移民南美乌拉圭，永久居留真不亏。这个跟巴拉圭名字那么相似的国家，它的移民政策有什么优势呢？除了外国收入免税之外，只要人来到乌拉圭就能申请身份证了。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落地就能拿身份证，这听起来像诈骗广告啊！今天就来深入研究合法通往乌拉圭居留权的3种方法，无论是退休族、自雇人士，甚至只是网上打工，都能找到通往乌拉圭的真永久居留权的道路。Vamos！开场就说人到了乌拉圭就能申请身份证，但觉得这种好事的背后不会是那么简单吧？简单来说，人到了乌拉圭，把文件递交给移民局，只要他们受理了申请，你就马上有资格去领一张临时身份证了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算不算是获得了居留权呢？在这个阶段，已经是半个乌拉圭居民了，可以合法居住，去银行开户，甚至做生意、找工作都行。也就是说，策略是先飞过去，到埗后直接到移民局提出申请。这就是移民乌拉圭最快的方法，比在原居地的领事馆申请要快好多了。不过在出发之前要做好准备功夫哦，否则就要打道回府了。除了买机票、订住宿，还要带什么手信吗？有3宝不能少。第一，出生证明；第二，无犯罪记录证明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民证。注意哦，是你过去5年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的地方都需要哦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文件，就是收入证明。听起来不难，我家抽屉里都有了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，叫做海牙认证 （apostille）。这些文件必须在原居地的相关部门经过海牙认证的程序，乌拉圭政府才会承认哦。如果有些国家是没有海牙认证，要怎么办呢？那就要用领事认证的方式来处理，俗称双认证。先在当地的公证处做好初步认证，然后送去外交部盖章，再送到乌拉圭的驻外机构。OK， 文件都准备好，行李打包好，现在是可以买机票飞过去了吧？别急了，还要看清楚你手上小本本，这关系到能不能进得去哦。哪些护照是 VIP 可以免签入关呢？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加拿大，还有 BNO 的护照都可以免签入境乌拉圭90天。那中国的红色小本本呢？如果你的中国护照上面附有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或者欧盟的有效签证，也可以免签入境。护照不够，签证来凑。那台湾的朋友呢？或者是没有签证加持的中国护照，又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回到传统的路线，出发前去申请一张旅游签证就 OK 了。我明明是去办移民，申请旅游签不会被当成移民欺诈吗？先旅游后转换，乌拉圭欢迎你这样做。这跟隔壁阿根廷不一样哦，那边现在都不让这样做啊。阿根廷是另一回事了，而乌拉圭的大门还开着呢。我把详细的免签名单链接放在下面说明栏，出发前记得去看一下哦。假设我已经顺利通关，来到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，是不是该去吃顿烤肉庆祝一下呢？想以最快速度拿到身份，得先跑任务，之后再庆祝吧。难道是国家级任务吗？不就是拿齐文件去移民局递交就行了吗？首先要把那些中文、英文的文件都翻译成西班牙文。这简单嘛，现在 AI 这么强，用 ChatGPT 翻译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既省钱又快速。 AI 虽然很厉害，但这里是讲规矩的嘛，要把文件交给当地的注册翻译员，只有经过他们签字加持的文件，移民局才会接收哦。看来 AI 还是抢不到这碗公家饭啊！那翻译好了就能去移民局了吗？现在还差健康证明以及疫苗接种证明。
怎么越来越复杂耶？该不会要去大医院排队做全身检查吧？没那么夸张，只要是卫生部授权的医疗机构都能办。还有打1针破伤风疫苗，通常1-2天就搞定了。真特别，现在文件有了，针也打了，总可以去移民局了吧？是的，在线上预约好时间后，就可以前往蒙特维多的移民局，工作人员会检查你的文件，如果没问题，就会给一张纸。意思就是居留权办理中，不过这里要注意哦，如果不会说西班牙语的话，就要有翻译人员陪同，要不然鸡同鸭讲被拒绝了就尴尬了。看来这笔服务费还是不能省。那这张办理中的纸有什么用呢？拿这张纸去隔壁2条街的身份证局，就能直接申请乌拉圭的临时身份证啊！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落地拿身份，要等多久才到手呢？快的话几天，甚至当天；慢的话1个礼拜左右吧。不过既然是临时，有效期多久呢？通常是2年。哎，不错耶，那等过2年，我就会变成永久居留了吧？没那么自动了，但也很接近。永久居留审核期大概1年半载，在这期间，拿着临时身份证，已经可以在乌拉圭合法生活了。那拿到身份证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买机票回去，继续闷声发大财了？等永久居留批准了，再去领证呢？虽然现在有了身份证，但你的申请还在审核程序当中。移民局审核的标准之一，就是看你有没有真实居住的意愿。如果一拿到身份证就消失了，移民官一看，哎，这个人1年只住了3天，好啊，恭喜你，直接拒签。明白，移民间还是要做一下，要表现诚意嘛。态度正确。在等待批准的第1年，建议尽量留在乌拉圭，至少住满半年以上，这样你的故事才能圆场嘛。现在身份证到手了，诚意也给了，但谈了这么久，还没讲到最现实的问题，移民局总得看我有没有钱吧？到底门槛是多少呢？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。接下来就谈谈移民乌拉圭的3条路径，到底要什么样的财力证明？我最关心的是问题的关键，究竟哪条路是最简单的呢？不如先从最经典的说起，称之为被动收入，就是领退休金那种嘛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啦，没什么稀奇吧？有退休金当然是最好啦，但又不仅仅是这样。比如说你是个包租婆，或者持有很多股票，有稳定的股息收入，甚至是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啦。只要是来自乌拉圭的国外，这些都可以是被动收入。躺平赚钱是很梦幻啊，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安全线是要多少呢？官网没有写明收入要求的数字，但条文里也不是没有线索。重点是在于有足够维持生活的方式。连数字都没有，还说乌拉圭是南美法治第一，这听起来很人治啊。法治呢，不只是看条文啊，按照实务经验是，移民局的尺度大约是最低薪资的3倍。目前算下来，安全线大约落在$1500左右。只要有这个数，找个当地公证人认证一下文件，永久居留权基本上就稳了。但像我这种还没退休，还在苦哈哈接案的打工人怎么办呢？那就走第2条路，自雇人士，这也是最多人用的套路。简单说，就是自己雇自己。是要我开间皮包公司，然后刷点流水账吗？公司是必须的，但也必须是真实的哦。比如在香港有自己的公司，你作为自由接案者，只要把合约、银行流水这些文件都整理好，证明每月都有收入给自己，经过公证程序后，移民局是认可这种商业模式，同样能一步到位申请永久居留。那么门槛也是$1500吗？没错，重点是要让移民局相信你是个真实的生意人，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乌拉圭而已啦。那万一我收入差一点点，比如只有$1000出头，我又不想一来就办永久居留，那么大压力，有没有试用期之类的签证呢？来看看第3条路，数位游牧，这就是乌拉圭最新推出的大招了。看口号就知道，相比前2条路，这个更容易申请。
听起来不错，实际上跟前2个有什么区别呢？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之前是直接申请永久居留，而这一条路申请的是短期许可证，有效期是6个月，可以延期一次，总共1年。但收入门槛呢？因为有效期比较短嘛，所以门槛大幅降低，1000美元的收入就能过了。但这只是1年的签证啊，1年后我不就被赶走了吗？不会了，这个方式精妙在于，你可以先用低门槛进来，如果住上了1年，爱上了乌拉圭，而且收入也更稳定了，增加了，那就可以随时申请转成永久居留啊。难道这招叫婚前试爱吗？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说说看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不过还有最后一问，万一月收入真的连1000美元都不到，这还有得救吗？这就是乌拉圭最灵活的地方啊！难道移民官会佛心大爆发，自动把门槛降低吗？那你也要给个理由啊，比如使用这招存款补救大法。存款也能当收入算哦。记得移民条文的重点吗？主要看的是有没有维持生活的能力。如果流水账差一点，但手头上有一笔可动用的存款，比如在新加坡的银行有5万美金啊，就可以把这份存款证明交上去，说明这笔钱如果在乌拉圭啊，可以吃老本吃上好几年呢。意思就是证明我有钱吃饭，不拿福利就行了吧？没错，移民官是有自由裁量权。看你是个隐形小富婆，很大机会开绿灯啊！收入不够，存款来凑，超能力实在太厉害了！现在可以去吃乌拉圭烤肉了吧？还可以一边吃一边来看看这支影片哦，了解更多拉丁美洲的移民资讯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悄悄，拜拜。